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形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6轮中德政府磋商，这是默克尔任内最后一次参加中德政府磋商。外界关注中德双方互信合作的势头是否会延续。目前在民调上领先的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对华强硬立场，是否会改变中德的良好关系？另外，欧盟近来也频频对华发出不友好的声音，欧洲对华政策是否会改变？来看报道。李克强表示，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合作共赢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中方愿同德方牢牢把握对话合作大方向，增加沟通交流，增信事宜，缩小分歧，聚焦合作，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李克强强调，中德都愿意继续拥抱开放，中方愿同欧盟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签署生效，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默克尔表示，德方愿同中方深化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希望双方充分发挥两国快捷通道作用，保持人员有序交往，推进疫苗生产和互认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这次第6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有25位政府部长参加，阵容为近些年来最大。磋商取得积极成果，对外发出了中德双方都高度重视双边关系发展，都致力于推动中德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的信号。中德双方一致认为，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成立10年来，为推动中德合作发挥了超级发动机的作用，应当坚持办好。双方一致同意举行新一轮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以适当方式举办中德法治国家对话新一届研讨会，继续深化在经贸投资、汽车制造、高科技、新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自2011年启动以来，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在不断充实中德关系内涵、规划两国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德贸易总额2121亿欧元，同比增长3.0%。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是默克尔最后一次参加中德政府磋商。德国电视1台报道称，不管未来德国的新总理是谁，都会加强与中国合作。上周，德国政府也曾表示，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欧盟仍有必要与中国接触，而不是选择较为偏向孤立主义的做法。不过，今年9月，德国将迎来5年一度的大选。总理默克尔此前已宣布不再参加本次大选，谁能接棒默克尔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最新民调显示，德国绿党支持率首次超过10几年来稳居首位的联盟党，位列第1。德国绿党近日确定双主席之一的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与默克尔不同的是，贝尔伯克在政治上主张对俄罗斯和中国强硬，强调要努力对华实行对话与强硬兼施的政策，称采用另一种方式与中国互动是下一任政府的关键课题。中德政府磋商其实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中欧关系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这种合作积极的这个大方向和主基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前在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如此深刻调整的这个过程中，中欧关系无论是自身的这个逻辑，还是说受到外界的一些压力挤压，都在发生不断的一些调整。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中欧关系包括中德关系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贝尔伯克还呼吁德国及欧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你好，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以视频形式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6轮中德政府磋商。那么您认为这一轮磋商对于当下中德与中欧关系来讲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讲，这可能是他在任内最后一次主持与参与中德两国政府间的磋商，因为到今年9月份，默克尔就将退出德国的政治舞台了。大家知道，对于中德关系来讲，默克尔所发挥的作用，就如同当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要是没有默克尔的力排众议，中德关系就不太可能拥有长达10几年的稳定友好的发展期，而中德关系又是中欧关系得以稳定的定海神针。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默克尔的离任对于中德与中欧关系来讲，都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第二个大背景是，相当多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出，在德国执政长达10几年、由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
很有可能会输掉9月份的德国大选，而反对党绿党则有可能会赢得这次大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的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极其不认同默克尔的对华与对美政策，在还没有上台执政之前就反复表示，为了德国的安全与价值观，他上台之后将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中国打交道，并呼吁德国与欧盟、美国一道共同遏制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磋商中，默克尔声称这是我个人最后一次主持中德政府间磋商，但不希望这是中德两国的最后一次。这里面流露出的不仅仅是有些许的伤感，更有对中德关系未来的深深忧虑。第三大背景就是由美国主动挑起的这场中美新冷战不仅在逐步走向深化，而且主张以结盟方式对抗中国的拜登已经成为了美国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德国还是整个欧盟，都面临着在美国压力下被迫选边站的问题。而这四大背景与趋势上的变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振，使得当前的中德关系、中欧关系都已经走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甚至使得原本顺风顺水的中欧经贸关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已经在中欧之间达成了共识的中欧投资协定，这面临着前景不明的风险。明白了这些因素，我们就会明白，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想要透过第6轮中德两国政府间的磋商，挽救正在下滑的中德关系与中欧关系，尤其是抢救岌岌可危的中欧投资协定。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总理在磋商会上表示，希望中德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很显然，中方仍然坚守了自己的原则底线，即中德关系与中欧关系的改善，中欧投资协定的通过不能以德国与欧盟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作为代价。只要德国与欧盟跟美国一样，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改变，那中德与中欧关系的改善就将会是一句空话。